这个系列开播以来，我帮的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是的，年长者比较有囤积东西的习惯，但是你以为年轻人就懂得收纳东西吗？不一定哦。今天主角女儿的房间就会让你大开眼界，让我帮他们加减乘除，烦恼尽除。我叫 Candy， 我有2个儿子，1个女儿。人家说女儿爱干净，但我的女儿已经念了大学，还是不懂收拾自己的房间。希望她这次用心学习，多少掌握一点收纳技巧，我就不用头痛了。Hello， 你们好，小伟你好，汉伟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啊？就是那么可爱，叫，怎么称呼你？松明，松明啊，妈妈怎么称呼你 Candy， ？Andy， 你好，你好。所以今天主要是来看你女儿，你女儿怎么不在嘞哦，因为她害羞，所以要躲起来先。？OK， 说是不是你要马上带我去看她房间 OK。汉伟，这个就是我的女儿的房间 ，Elise 的房间。你确定是女儿的房间？她睡哪里？就是有位的，你看到有没有一点空空的位就可以睡，没有的话，他就把一些东西踢到下面啦，还是踢到一边去咯。但你没有教她怎么收拾的吗？哦哟，问题是他很忙，可能他也不会收拾啦，所以就是导致到这样。而我呢，自己本身也不会收拾，所以我就让他去收拾，因为个人有个人的收拾的方式。你们根本都不会收拾，你们现在是等我帮你们收拾，你不会帮姐姐收拾的啊？不会，为什么你不会收拾？你的房间干净了吗？我好懒的。你还是很懒的哈。哎，我觉得很奇怪哎，今天讲的是女儿的房间，女儿在哪里？躲在哪里啊？房间这样乱，如果我是他，我也是要躲起来这样。好，麻烦你请你的宝贝女儿出来一下。 OK， 好的。Elise， 哎呀，哇，你姐姐好像神秘嘉宾这样，不要跟我讲是我认识的。这个就是我的女儿 你好， Elise。你好，你好，哎，进来。哎，我真的看不出嘞，你整个人给我感觉是很干净、很清秀。为什么你的房间这么乱？为什么？应该是一开始就是没有来 proper storage， 一年过一年就 yes 一大堆。累积成多。 OK， 你的东西其实不会说很多啦，但我这样看也是衣服比较多。这些衣服是你平时在穿的吗？还是已经没有穿的？不是，平时都有在穿的，他就是懒得没有把它整理好。因为我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嘛，所以洗了就妈妈就会丢在床上，然后过几天后我还是会穿一样的衣服，所以我 just 放那边先。所以这堆衣服就是你平时这整个礼拜常穿的衣服，所以这边里面的衣服是不穿的，可以这样讲吗？对。那这些衣服就应该捐出去丢掉。不是没有穿，就是比较少穿，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是 T-shirt and shorts。可能妈妈她的确有帮她的女儿洗东西，洗得很干净，但是她没有教她的女儿怎么样收拾东西，直接把那洗好东西一样贴在那个床上面，你自己都放在上面了，那女儿就可能觉得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妈妈稍微注意一点，就应该没有问题了。我问你我发现除了这个衣服很多你还有很多这些好像小孩子玩的东西，从哪里买的？这小时候玩的咯，好像长大后没有用到就丢在一边。哎，不过观众可能 feel 不到，不过我按的时候有点疗愈的感觉嘞，它又不是很软，还真的有点疗愈，不像别人怎么按看OK，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要了嘛，对不对？ Yeah, I guess so。啊？就是没有作用哦。没有作用，你还是会做什么呢？纪念 I don't know。他很有那种怎么讲呢？他很怀旧对，有些东西 OK， 就比如那只风扇吧哈，那只风扇它几岁，那只风扇就几岁了。OK， 这个还好，这个不算怀旧，因为这个是节省的，因为没有坏，为什么丢掉呢？是因为开的时候会有声音。OK， 我不太很明白你在讲什么了。我们过来看看，我们过来看看，来，示范一下这个风扇。你这样移的时候嘛哈，然后如果你开大的时候呢，它就会有声音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就是这样。现在没有啊？就是现在没有，因为你来嘛就没有了。今天主任心情比较好。所以他就不会给你发脾气，是这样的原因哈。对，一个风扇在他的手上可以用20年，表示其实你保护东西还蛮好。你会这么会保护这个风扇，你没有好好保护你这整个房间的环境。你这个整个房间你在房间做什么的？你除了睡觉，你睡是怎么睡？这样。就是衣服放一半，然后我睡一半。长期下去女儿的脊椎然后地方都会有问题的。这个她现在还年轻。感受不到，等到你女儿到了30、40岁的时候，她就后悔了。
这个什么来的？为什么一个轮的东西在这边的？木隔这个从哪来的？其实不是一个橱来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床，double bed extra 的丢了也是浪费，就是把它放那个洋娃方向了。反正你看它还可以放东西嘛，对不对？这椅子来做的，也是摆满的东西。你拿来放这些东西，放这些你用过的东西，然后放你的电脑，放你的电线。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桌子没有位，所以我就坐在地上，椅子就是我的桌子。地上就是你椅子，你就是这样子做功课、耶，做东西。耶，你做东西哦，是不是每样东西都喜欢做一半一半一半的？这个我同意。是不是？真的收东西收一半，对，东西用一半，对连窗帘都是一半的嘞。这个窗帘布也是一半的，就是永远拉左拉右，永远遮不完的嘛。然后这边看到有一是你玩的吉他，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是你的小提琴， yes，这是你的嗜好。那个是比较以前讲玩的时候，很小的时候这个现在就比较recent，所以现在还有在学吗？就是没有，就是因为现在读书人没有时间做 part time，人比较贵嘛学费。所以这两个东西是要准备捐出去，还是要留着？ no，不可以捐。你跟我讲，房间哪一些东西可以不用考虑的，可以全部捐出去或者丢掉的？似乎好像没有啊。那你找我来做什么？要看我帮不到你了嘞。一定要想，至少哪些东西我可以马上不用考虑的。纸。这些啊，这些你确定这些是？ No，like this 些就不可以。这些又不可以。这些因为是他的那个怎么讲，他的成就啊。OK，你把你的成就跟那些废纸放在一起，我不小心哦，拿我整堆丢掉了嘞。真的不懂怎么收东西。你把重要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 passport 可跟一些垃圾纸放在一起啊。等一下还有，我发现到这个墙壁这边有2张纸是什么的？就是我中四的时候考 O level 的时候那些 formula。所以这2张到时可以丢掉。可以啦，just 丢咯。已经没有什么意思，对吧？对不用做纪念了。不用。我讲了这么多东西，整个房间只有这一点东西可以丢啊。OK 啦，那个玩具可以丢掉了。这些呢？久了，全部是灰尘，一层一层的灰尘，你不可怜他们吗？然后这些在桌子上，要 display， 因为我喜欢收这些，喜欢收 like collection。然后这边有一堆什么护肤品啊，这些有在用的吗？有，就是用的比较慢，so 因为他比较懒，时间没有这样多。没有用，还放在这边做什么？给妈妈还是给你同学、给你需要的人用啊？这个就是囤积不需要的东西，让整个房间像垃圾一样。是不是这样讲？所以这些护肤品哦，到时是可以不要的吗？上面的是比较最新刚刚拿到的，对，下面那些可以不用。对，所以基本上家里的一些打扫啊、洗衣服啊，都是妈妈做，是的女儿不做。不会，他只会，哎呀，我这边沾了一个东西啦，帮我洗掉啊。 No，房间就是乱，他是不打理的，就是他看就是讲我，然后就留给我自己做。但是你没有做咯。 Yes，Yes， 你还讲得很肯定。Yes。总的来说啦，你希望你会有一间怎么样的房子？就是 very organized， 好像一个 like 可以看到位置，就是 empty spaces。然后还有就是床就应该是有床，睡床里面睡觉，书桌、椅子都可以坐，对不对？然后多一点橱柜给你摆放你的衣服。你需要这些橱柜是专门放你这些 soft toy 的吗？ Yeah，and 这些啦，这些你都是要求，对不对？其实不难啦，我拍了这么多间卧室哦，这间房间我没有觉得很可怕，还有的旧的。到时我们的那个收纳达人来教你怎么收拾一下，然后把你整个房间装修漂漂亮亮的话，我相信应该可以达成你的愿望的了。律师，你在念书的时候有没有收拾房间的？有啊，虽然不能说是一尘不染哦，但至少是井井有条，不然今天我也不会做你助理嘛。你干嘛问这个啊？当然跟今天的任务有关系啊，我很难想象一位女大学生的房间可以乱成这个样子。即使是大学生，也不一定懂得收纳。再加上啊，如果性格不够积极的话呢，房间更是一团乱。跟你说中了，她就是不够积极，所以妈妈很头痛啊。不过她看起来是很聪明的，应该很快把这个收纳的技巧给学会。很好，学会了就没有借口了，我们马上行动。哎，如果Elisa有你一半的积极就好了。浩宇大哥，专家来啦 OK。我是 Eddie， 设计源于生活，唯有贴近屋主的生活习惯，才能打造出专属的舒适与实用空间。Hello， 你们好。
好，来，过来，很多东西啊，脚抬高，哪里啊！哪里来，准备看眼睛，1、2、3，噔，怎么样？这个整个地板全部都是东西啊！你平时怎么走动啊？我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女孩子的房间吗？有一点吓到，我以为我订错房间，以为是储藏室。空气好像有一点闷啊，不通风。是不通风，对，窗口全部关了，没有光线。对等一下，这个味道是因为你的那个床单很久没有换了吗？味道是衣服的味道啊，因为都是摆放了很多衣服嘛，对，是为什么这么多衣服？因为就是比较懒，不需要找就放在床上，然后需要穿的时候就从这堆找，因为比较方便。所以你是怎么睡觉的啊？就是你看他的床摆了那么多件衣服，他就只睡在很小块的那一部分哦。他真的就是完全不把他的健康当做一回事。来，艾迪，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房间变得比较像一个房间？首先啊，我觉得收纳要足够，对，然后那个是床头柜哈，你拿来当做 display 哈，是吧？厉害哈，你这样看没有用，你过来看，仔细看他怎么做。你来，好，还有轮的哈，厉害哈。来，你跟艾迪讲，你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是一个放床的，底的是吧？。对，主要因为这边有那个间隔那个位置嘛哈，那小小的位置，它可以拿来摆放它的小小的 toys， 厉害呀，比你还会设计耶。哦，这个妹妹哈，她很喜欢收这些 soft toy 的。我先让你知道哈，不可以丢的哈。OK 丢还把你杀掉了哈。所以哦，这个整个设计里面这些洋娃娃 toys 一定要在里面，对不对？要摆出来。摆出来要听清楚，不是收起来哈，摆出来哈。 OK， 我们可以说一个展示柜，是专门收纳它的那些玩具的。你有比较特别喜欢的颜色吗？我喜欢粉红色，可是我不希望房间就是以粉红色为主，就比较喜欢一个现代的感觉。可能就以2个颜色为主，可以用那个粉红色哦，、有在里面，白色。刚好就是你喜欢的颜色哦。哇，心有灵犀一点通哦，哇，真的哦。他房间的那光线很暗。那光线不足啊，其实对眼睛是非常不好的。我希望到时候打开房门一看，说哇，很亮的感觉哈，好，一定要做到给我哈。然后你个读书的地方，你打算还是在窗边，还是你想要在别的地方？其实都可以啊，没有什么介意。我可能会把他的书桌放在中间吧。中间哦，中间吧。整个地方空间也比较大。哎，OK，我可以想象，你想象得到吗？可以。哦，感觉真的是比较大一点点的。比较空。妈妈好像有一件。是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有时候白天睡觉的时候，阳光是从这边照进来的，窗帘会跟你换掉。那个窗帘容易洗吗？不用担心这一点，交给他，我对他有信心的。然后刚才你讲了一个重点哦，这个重点是非常重点的重点哦，就是他家里房间哦很多衣服东西要摆放。接下来我们2个要头痛的地方就是怎么样收纳。不用紧，这个头痛问题交给我们的收纳达人，有请我们的 Esther。我是 Esther， 从根本解决问题，找出囤物背后的理由，收纳也可以变得很轻松。Esther， 怎么做？那么从何开始啊？我们是用这个金藤麻理惠的收纳方式，所以呢，衣服呢心动了我们留下来，不心动了我们可以捐还是丢，可以吗？求求你跟我讲，全部不心动吗？我们就可以早点收工了，可以吗？所以我们可以从床上的衣服开始选出心动的，然后放在盒子里面。所以你要来选。来开工吧。OK， 不要的给我。需要我帮他吗？好，你帮他就很快全部在我这边是吗？是的。不要了，怕你们2个母女决裂。 2个都不用了吧？哇，要。这个也不用了。对啊。都要的。都是学校的，你都想要。对。哇，这个是烂到哦！哇，这件衣服他妈妈都不认得的衣服。这个是睡觉。哇，很舒服的。当我们在收纳衣服的时候，如果衣服已经可能1年没有穿了，真的是可以捐出去，还是可以丢掉？哎呦，这个哦，你送给你妈妈，可能她都嫌弃啊。这个还要吗 ？No。No， 我还什么？这你还讲这些衣服，你讲偏话。之前都跟我讲，这衣服是平时每天要穿的衣服，对是累积多少年的？这件衣服是你平时在穿的吗？不是，平时都有在穿的，他就是懒得没有把它整理好。哎呦，你看这个床沿长这个样子的。After 这个节目播出去哦，你会出名好几个月。
真的肯定至少Season 3人家都记得你。我们不到半个小时哦，已经把那些衣服都大概分 OK 的。这边是要捐出去的，那些是需要平时要穿的。OK， 你没有太大问题耶，我觉得。对吗 ，Esther？ 对，我觉得他决定的时候已经很快了。对哦，他其实很清楚他自己要说，对，就是一个字害死你，什么字？很难的。对，这个是没有办法帮你的。现在呢，这一边我们算是清理了，然后还有浴室后面的那一堆衣服是要穿的吗？是啊，因为是我会穿，所以我才会摆在外面。是，现在是后面那堆衣服。后面对。那堆衣服我真的很好奇，你还记不记得里面有什么衣服？小时候穿的。小时候。对。妈妈，这是他小时候穿的衣服，那这样就不是他的问题，为什么你让他留下来呢？我问他要不要，他讲要。所以几年前要，所以我就没有问了咯，反正已经打入冷宫了嘛，对吗？但是小时候的身材跟现在差那么远，他再怎么要穿都不可能穿得起的嘛，对不对？这些颜色根本都不用考虑。我要你一个礼拜穿7种不同颜色去上课，要不然你留下来都没有意思嘛，对不对？那个这是什么衣服啊？小学的衣服。中学的。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他留1、2件做纪念，我觉得合理。里面的衣服啊，是不是全部都可以不要的？挂住了就可能会要，因为外面没有位放，所以我会放里面。但是我会记得。我觉得在收纳这间房间的时候，他的问题就是他的东西很多，然后他的储藏空间也不够。所以呢，如果有一个适当的储藏空间，他的衣服就不会这么乱，然后杂物也是不会就乱丢。好像这种啊，我不觉得还有留下来了。对。所以你现在手上拿的是要对吗？其他的可以不要了。我们现在请小帮手马上让它清空。小帮手可以要停一下。什么？因为有些衣服是我的，就是以前有做全职的，所以我有一些衣服 OK 留住，还很新，不舍得丢。从头到尾你没有跟我讲这些事情的，你跟我讲那女孩的东西，那你自己也是罪魁祸首。其实他比较多，我比较少，我只是一点点而已。哪里是你的东西？在这边1、2、3、4，不会啦，不会很多。哇，只是一点点而已。重点是你把你的东西放在这边就是错的。还有什么东西从实招来？还有什么是你的？就是物品哦。是你的还是他的？我的。啊？你看，妈妈。所以这些护肤品还要的吗？当然要。那照这个 KonMari 的整理法，其实每个人就要负责他自己的空间，所以妈妈的物品呢，其实要把它放在她自己的房间。妈妈所有东西呢，请拿去你的房间。对。其他这整个衣橱不要东西，我们请小帮手进来清空，不要给妈妈讲话了。刚才在取舍衣服的时候，我很喜欢你的性格。我希望现在来到这边，你一样延续刚才的精神，爽快，可以不可以？尽量。不要讲大声，为什么尽量有原因？对。现在我们要选择是他从小到大收集这些他从小到大的一些臭，你秀一下。好，颜色都变了。摆在这边。这几岁啊？今年几岁？20。20岁了，来选一个而已。好。所以妈妈有话要说。说。其实他这些是他最喜欢的，因为他其实还有很多。哦，妈妈帮你讲话。可是我要听你的意见。OK， 你可以选出你最心动的一个。可是全部是平等的。全部是平等。换一些你觉得这几个里面哪几个可以摆出来，其他的哪一些可以收起来，好不好？一个黄色的。可是全部是平等的。这个了。OK， 其实这个是个心理学。你当中还是选择3个你最喜欢的，你还是选出来了。为什么你这么执着这几个洋娃娃？这个 soft toy？ 因为小时候就来一起睡。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因为小时候你怕鬼嘛，你会拿很多洋娃娃围整个床不要，有没有试过这样子做过？有
我觉得就是过后，如果你还要跟他一起睡的话，你应该真的是选1、2个，然后其他的你可以收在盒子里面，还是你可以把它摆设也是可以的。然后 Esther 也允许你把这几个收起来，所以这个是属于感情纪念性的东西，我们把它放那边好不好？好，这些都放那边，记得这3个不要给它玩错，等下到时候一个玩出来了。好，那我们先把所有的拖一下，来全部拿过来。这些你是收集的吗？还是因为比较喜欢就会收集。通常到一个年龄突然间有一天会完全对这些东西没有兴趣了，把这些捐给那些需要的小朋友。你不需要了吗？妈妈又要讲话是吧？妈妈其实一直在保护他了。他有些买的时候是限量版，所以就是很珍惜。我想收住然后摆出来。全部。Yes。以利在收纳他的玩具的时候，就对我们说他对这些玩偶有一些情感，我们就给他全部留下来。我们来打勾勾，答应我一件事情。来，不用怕的，不要紧张。这里以后不要买。小的东西我让你留 ，OK？ 留，这些让你留，很有纪念性的。我们现在针对比较大样的东西，好不好？所谓的杂物 ，OK？我们就一个一个这样分。好，我们稍微分工合作一下。我们等一下来看哪些要，哪些不要。这个是书本，这一堆基本上都是化妆品啊、护肤品啊，然后这边是一些书籍，这边呢都是文具。我们先从化妆品开始吧。可以。我们先看一看是要看过期还是什么？对，看过期。其实它这边有做一个标识，就是如果你开的时候，过了1年就应该要丢。这罐东西你还记得你开了多久了吗？应该是不到1年。所以这个有常用吗？这放这个盒子是我常用的哦 ，OK， 因为所以才放在上面。这个我们先暂时放这边，当做是要用，等一下我要用的啊。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些新的护肤品他没有把它摆出来，这样子是对的吗？我觉得应该放出来，因为如果你放在盒子里面，你会忘掉，就是里面会有哪一些护肤品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把全部的这些盒子拿掉，然后把它集中在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可能这个盒子。好。接下来这些就是一些书籍，这些是你读书的一些书籍吗？这个好像是小孩子玩的东西哦。这个又是小孩子玩的东西啊？应该现在还是在流行。简单，要留还是不要留？不需要。妈妈好像比较不舍得嘞。没有了，可以了，这个我没有意见。这个是耳机还有用的吗？是新的吗？还是新的？用过？有会用吗？没有打开过。会用吗？重点。应该不会。这个我们就捐出去，好不好？不要留的吗？是要的啊。你看，哎呦，这个是童年的回忆，是不是？对，可以了。好。这边有一些红包，是里面有钱的吗？有钱的好。这边红包有钱啊？为什么钱会这样放在这边呢？哇，很重哎！年纪轻轻收私房钱呢，哇，很多哎！哦，又是私房钱。打开看一下里面，我们2个。好可怜哦，东西。哇！而且你收这个钞票是很久以前照片，这个以后会很值钱嘞。我也是有收嘞，哎，不错嘞，这一点我倒很欣赏你。这个就应该收多一点，储蓄是好的习惯。然后这个是什么来的？打开看一下。里面有钱包。对。哎呦，坏了，发霉了。但是它外面的这个皮都已经开始变瓷了，就是 Esther 常讲的，不要随便买东西，然后买又忘记。这个是妈妈的还是你的？我的。OK， 因为我看妈妈的表情是往后躲，我以为是妈妈的东西，她的表情很好笑嘞。这是什么来的？打开来看一下，这什么东西？Harry Potter One 来的。就是去日本的时候，就那个 Disneyland。这个要了哦，这些就摆出来就美过那些 soft toy 的，感觉上你会比较有 taste 一点点，那个比较 childish。这整箱里面的东西其实都比较多是一些应该年轻的时候收集一些玩具，对吗？所以我这样看这整箱东西基本上是可以拜拜的了。应该可以吧？对happy 就是喜欢你这种个性。好，来我们请小帮手来帮忙一下哈。它的桌子不是很大张嘞。下面位置也不是很多我一直挖不完的了，而且东西都大样，都不什么东西，
什么？打开来看一下。去国外，然后纪念品啊。哦，所以收在盒子。我觉得可以有，可是呢，如果你可以用到的话，也比较好，就是可能可以挂在你的包包啊，还是锁匙啊。你可以留东西，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买的东西你要拿来用，你不用永远都不是属于你的。这个要学了，这个真的需要学。所以这个可以让它留下，因为也不是占据很多东西。然后这个什么？哦，就是什么？然后照片，什么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学校照片，然后读学校的一些读书的照片，还蛮值得留念的啊。哦，那些什么书本来的？哦，这个是你的 diary。哦，哇哦，你有写 diary 的习惯啊？中学到 JC 就 stop。我跟你一样，我有了，我写1个月而已，没有写了。哇，日记是很有意思的，对，有意思，一定要收起来。好，这整箱都是一些日记的时候，我也让它留下来。我其实觉得啊，他5年后啊，只要回来看这一集啊，他应该就会后悔，然后把全部东西给丢掉了。不用5年啦，只要有男朋友，她就会后悔的。她男朋友会嫌弃她，咦，为什么你收东西，咦，收巧克力什 OK， 这个是文具可以留，对吗？功课。我觉得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帮他决定，对吧 ，Esther？对，我觉得你要自己来去收纳一下。可是就是如果没有用到的这些文件，应该是可以丢的。是，然后这些你好好的去分类一下，好不好？这些我们没办法帮你的，因为很个人的东西。各位观众，刚才妈妈讲没有东西在这边，我看这个牌子。这个比较适合妈妈拿，那可能是她拿呢。我很少用，而且他又喜欢，所以我就转送给他。你喜欢？你需要这个包包吗？讲真的，就是有时候出去的时候会带，稍微挂一挂啦。是，就是说很像，如果他去一些比较正式的活动的话，他就有一个包包可以带啦。乐器要怎么收拾是最理想的？我觉得你会就是带出去用吗？还是在家就会弹？就带在家里用，带在家里。对 ，OK。所以如果在家里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把那个袋子拿出来，然后可以可能摆出来，对，比较方便使用，对不对？OK， 这2个当然不会丢啊，暂时放间。好，基本上呢，这里大部分东西我们看完了。带东西我不懂为什么它这边有一袋垃圾袋，你知道这个里面什么东西吗？妈妈为什么反应这样大？来，妈妈讲，你懂什么东西来的？应该是垃圾。垃圾丢的。这个整袋应该是可以丢的。是哈，这不用看哈。哇，真的很多那些食物都过期的，都忘记的哈。妈妈有东西在里面吗？没有。不要骗我，check 一下，真的。公分没有。啊，对了，这袋东西的确是垃圾的。OK， 还不错啦。我希望呢，我们下站回来的时候呢，好好的让我们看到你的成绩，对，好不好？我也希望妈妈能够做一些漂亮成绩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OK， 好不好？那我们几个星期后再见 ，OK？ 好，加油！加油！加油！这么多钱呢，我都忘记了。哇，妹你还有钱！哇，你还有钱！哇，妹你还有哇，你是还有那么威哇！妹来还我钱？这里是啊，你每次等一下就是没有。你那时候玩银色，我帮你。这是伊丽丝房间啊！哇，我不敢相信，截然不同哎，这是什么风格？这是简约北欧风格。简约和北欧其实是现在非常流行。你确定他会喜欢？我确定，因为呢，我第一眼看到 Elise 的时候呢，是觉得她是蛮有个性的一个小女生。简约北欧，它的最大的特色是干净利落，不花俏，再加上呢有Elise最喜欢的粉色，所以我相信她一定会喜欢。你记得她说过喜欢粉色哦？是。我跟你说，肯定的，Elise跟她妈妈肯定会喜欢你的设计，一定会给你加满分，真的很漂亮。Eddie，我们为什么要来工业区啊？我要给 Elise 呢做一张书桌，我们来这里挑选面板的材料。这里比较像是厨房哎。没错，做厨房台面的材料，除了耐磨、耐刮、耐高温之外，
也容易打理。那也是用于呢餐桌和书桌。来，我带你去看。好，有医生，好像石英石，它除了花色多，价格实惠，我很多屋主都喜欢。啊，我亲戚家的台面呢，也是用石英石的。再来呀，就是花岗岩，还有大理石，所以它们都是属于天然的石材。你会看到它们每一片的那个纹路呢都不太一样，都很独一无二。是，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呢，就是它们表面上啊有很多自然形成的小孔，所以容易藏污垢。这样子的话，那些油烟比较多的厨房就要经常清理它们。是的。哦。这里所看到的，它都是大理石。目前啊，最夯的人造石材其实是岩板。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呢，都是岩板。岩板我知道，它是天然原料经过高压高温而生产的材料，它耐磨、耐刮、耐高温，而且防水性强，污渍呢就无法渗透，细菌也就没有滋生的空间。我说的对吗？完全正确，你知道的还真不少。除此之外呢，岩板其实还有抗紫外线的功能，还有它有仿石纹、仿木纹，还有工艺风的设计。那表面处理方面呢，有蛮多选项的。所以Elise的书桌也会用岩板啊？对，我带你去看。好，这就是我选中的那块，你看看，你觉得怎么样？哇，简洁又高雅，我觉得Elise会喜欢。我也这么觉得。虽然说岩板它容易照顾，但是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有2点。第一点则是避免用陶瓷刀直接在桌面上切割，因为它会造成划痕。然后第2点呢？千万记得不要把重物打落在桌面上，这有可能造成开裂或者是缺口。我今天真的学到很多，谢谢你给我上了一堂课，不会。怎么样？会不会很兴奋？对，这几个礼拜完全没有在家里住啊？没有，没有看到？没有。帮我做一样东西，把你们眼睛蒙上来，可以偷看了啊。准备好了没有？好了。1、2、3，静，请静，来慢慢不可以来。看啊！待我叫你放下来哈。来。1、2、3。哇 OK。很不一样哎。当然不一样啦，这就是你要的梦幻的房间，记得吗？所有的颜色、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设计都是你直接提起的。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前几年就是住在就是一个什么？比较乱的地方，但现在就是好像换了一新，就是很新的感觉。妈妈呢？妈妈什么感受？很美，就是很碎。所以你们都很满意，对不对？对。谁是最大的功劳？对，就是 Eddie。所以说，为什么你会想要这样子设计他的房间？主要呢，我把Elise的房间呢分成了3个功能区域。一进门的时候呢，这里就是 Elise的衣橱的区域，中间就是你读书的空间，接下来就是窗口的部分，就是你的休息的区域。这个房间主要的色调呢，我采用了粉色，就是粉红色跟白色。一方面除了是Elise喜欢的颜色之外，那另一方面呢，则是浅色系列，可以放大整个空间的一个效果。你一直在讲东西的时候，我一直在留意他的表情呢，他没有什么注意听你讲话，他一直不停的前后左右上下来看呢。其实你现在只看到这个设计，还有很多特别功能，对不对？是。所以我们先看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主要是给Elise呢可以放折了的衣服啊，折叠的衣服可以放这里。然后这里有一个隐藏性的镜子 ，OK， 你可以拉开，你可以照镜子哦。OK，就在这个部分呢，可以这是上下都是挂衣服的地方。接下来 ，OK， 这个部分呢，则是让Elise呢，像你如果有手表啊、项链啊、手链啊，都可以放在这里。重点，它的 soft toy 放哪里？对，你看我后面这边，噔噔，就是这个。给你展示出来，对不对？你每个月就可以想说，哦，我到底要放哪一个娃娃，把它摆在里面。我记得它的那个 soft toy 小东西，应该这个足够放给你放了，对不对？可以够了。所以这个区域呢，就是要读书的地方。是，其实我采用了半弧形的设计，都是一体成型的。哦，你不讲我没有注意到，都是好像有一连贯性的哈。而且这个弧形的桌子哦，我觉得比较好，比较安全，它就不会踢到。所以你现在把床移去那边，我发现床这边你还做了一个什么？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吗？可以，来。好，
来哇，来，妹妹，现在你站这边高人一等呢。你做了一个 platform 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一个设计啊？因为 Elise 真的需要很多足够的收纳。OK， 所以这个 platform 呢，它有6个地方可以让它就是收纳它想要收进去的东西。是收纳空间。这个足够放你所有的东西。但是妈妈记得哦，这里不可以放自己的衣服哦，要有忘记哦，你以前放东西是在别的房间的哦。弟，我非常满意这个设计嘞，真的。我觉得哦，很少女哦，我特别喜欢。我感觉上浴室比较想搬进来住，他的眼神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哦，真的要谢谢你哦，给了他那么多人的收纳空间，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懂得怎么收纳的专业达人帮我们请 Esther 来教你好不好？好。爱美呢是女人的天性哦，喜欢很多衣服啊，但是哦，整个房间打扮的漂漂亮亮，那才是重点哦。Esther， 她很多衣服，我们要怎么收呢？所以我们先决定哪一些要挂，哪一些要折。哦，是这样分开。对。哦 ，OK。那我们是稍微要分好不好？衣服呢可以分成2大类。外出还有家里穿的，那你在收纳外出穿的衣服的话，可以直接把它挂起来；那些在家里穿的，你可以把它折起来。Esther， 所以牛仔裤哦，我平时在家是这样子吊的，可以吗？可以，可是我给你看多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把这边把它扣进去，然后你在翻衣服的时候，它不会。哦，就可以把它锁住。对。哦。OK， 好，基本上我们把那些该吊的衣服啊，我们都吊起来。但是我们要怎么分类？是分它的颜色呢，还是分它的长短？长短。长的交给长的交给我。好，那我们就先全部尽量是正面嘛。OK， 好，那我们就必须把它挂在上面。哎呀，这真的很多位耶！哇，还有很多位，很多。然后接下来就是中间的，对。然后就中间的哈。裤子跟裙子也其实可以吊下面。哦 ，OK， 好，现在我们吊的衣服已经学会了，现在重点就是要学怎么样折衣服。其实折衣服也是要一些技巧的。所以我们的这些T 恤先向正面向下，然后分成1/3，所以 OK， 折成一个好像长方形，从这里对吗？也是大概1/3，所以从下面我们拉上来。OK， 这边因为它会有一个开口，所以我们要把开口折进去。OK。所以你拿衣服的时候，你不会拿到那个开口的地方。对，然后你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到底是哪一个 T 恤。那你试看，我们拿件 T 恤给他，因为重点是他的房间，他必须要学会。OK， 差不多是这样意思。很好，很好啊，你看。我看到Elisa在折衣服的时候，我发现她其实非常的认真，而且很细心。所以我在想说，可能之前她并不是不想做，或者是不要做，是可能没有人教过她。短裤应该怎么折比较好？而且布质也比较软嘛。所以如果有纽扣还是拉链，全部都是向里面折过去。它这边通常有比较一个尖的位置，所以这里折一点进去，然后一半。这样就可以了，其实。哦，一样的道理，所以一样这样放的时候，它也是直立式的，不会倒下去，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因为它的布料有一点薄，所以我们会用一个盒子来把它。等一下我们再教它怎么，现在至少先学好怎么折嘛。好。那我们大家分工合作，帮他把它全部都折好，好不好？来，好，你们折那边，我折这边啊。OK，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从颜色开始学习？可以这样讲吗？这些是白色的，我们先处理白色的好吗 ？OK， 怎么放呢？真的是直接把它放进去。OK， 白色在这里，那我们现在就可能以一些黑色的好不好？所以衣服跟裤子也是要分。对，因为你放回去的时候，还是你在选衣服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剩下的呢都是一些其他的颜色，这些都是上衣，我们先处理好上衣，等下才处理裤子好吗？好。哇，很整齐嘞。如果衣橱没有抽屉的话，你可以把折好的衣服放进收纳盒，然后放进衣橱的架子。终于把一堆衣服都搞定了，太好了。OK， 好。浩宇大哥，还没有结束哦。
它还有很多护肤品哎，记得吗？我记得，这些它的护肤品就是摆放在这个书桌上了。No， 在摆放去之前呢，我们要怎么样收纳会比较整齐？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盒子，然后Elise你可以分那些是已经现在在用的，然后有些我觉得是你备用的，对，洗脸，对。哦，洗脸这些是备用的，就买多了。这也是备用的吧？ OK， 分清楚了，所以这些是每天都要用的，这些就是备用的，用完了再先放在这边是吧？可是我也会建议，可能你这个盒子不需要，还是你需要读那些其实不用资料嘛？不需要，所以其实可以拿出来。其实 Esther 讲到一个重点，是，可能就是早期你开的时候，你需要读的资料，你可以就是是稍微收一读。对，然后你会用的就可以。好，这个已经收好，我们先放一边。然后接下来呢，这些就是所谓的一些备用的，它也是盒子，我们需要把它的盒子也拿开吗？还是因为还没有用，可能3个月甚至半年、1年后才用嘛？我觉得应该把盒子拿掉，因为如果你这样收的话，你其实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那些护肤。好，我们一样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好吗？好，所以我们就放在这个盒子对吗？好，可能跟 size 吧，那高度刚刚好哎。哇，备用了好多。刚才一整箱的东西，现在变成只是这样的位置，省多少位置？早都应该学会这一招了，对不对？到你的宝贝了哈，好 OK，那宝贝呢就是你的这个小摆设，哇 ，Esther 这些小个的哈，它好不好这样子？我们由你来选选，你觉得哪一些比较想要每天看到的，看到心情会愉快的摆在这边的，你看可以稍微选一选嘛。OK。然后 OK， 要怎么摆放比较好？就可以把这个比较大盒的放在最后面。感觉他们每一个都在笑嘞，之前多么痛苦啊！自己去摆设好不好？好，有点像在店面的时候啊。是，我要去店面去买那个。是。哇，哎，摆好了很可爱。是不是？看着都开心啊哈！这个大个直接放在上面，我觉得蛮可爱的。其他这几样哦，像 Esther 教你的方法这样摆放。哇，多么漂亮，整整齐齐的，再加上里面灯光其实有加到分，对吧？让你整个感觉看起来也比较开心嘛，是不是？对很多人来说，绒毛玩具是一个有纪念性的物品。我们可以把这些绒毛玩具集中在一个储藏的空间，然后把1、2个选出来放在你心爱的角落，定期更换。当我们在收纳文具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文具先分类，然后用收纳盒子来把它集中放在书桌的抽屉里面。喂，还有这一箱是什么东西来的？谢谢。为什么会打开看到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嘞，因为跟我们节目非常的搭了，而且它的鼓励的话非常贴切。If you believe you can, you are already halfway there。这整箱东西是什么呢？这整盒东西里面是什么东西来的？这是他的一些照片，OK。small notes 啊。都是好像比较有纪念性的东西是吗？所以我们可以分成2个不同的盒子，一盒是日记，然后另外一盒就是照片。哦 ，OK， 好，这么有重要的东西，我们把它好好的盖起来，然后摆在这个橱的最上面的位置是吗？对，这个，这个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啊。对呀，yes， 说好了，好。好 ，Elise， 那我们的设计师哦，跟 Esther 都很用心的哦，帮你还原了一个漂亮的梦幻的房间给你，你有什么感受？就是很开心，然后也觉得很欣慰，自己好像终于有一个很干净、舒适的地方，可以住、睡觉、做什么东西。所以呢，你一定要保持这个地方啊整洁 ，OK？因为我们随时会来突击检查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合格的话呢，我们就把你的家具全部搬走。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可以吗？可以，加油！加油！可能就是以前提不起劲来收拾，但是现在有了一个整齐的房间作为动力，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加油。如果没有加减乘除，我和 Elise 永远都学不会收纳。希望以后他会花心思保持房间整齐，那我就不用操心了。这些年来，我都没有用心收拾房间，我真的很惭愧。
这次有专家的教导，还帮我装修得这么漂亮，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维持，我会加油的。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白天行动哎。Hello。